大王，此事不公，此战提调三军，阵前奋勇，功在仰帅，督监各部，使将士用命，功在水丘，坐镇温州，总领大军粮秣、甲仗、辎重转运，使前线将士无饥寒之忧，功在九郎军。如今诸将皆有赏赐，唯九郎君不赏，乃无是理。吴相公，九郎乃是宗室，又是大王的亲弟，不宜与诸将争功。七郎君此言差矣。中原大乱，我吴越自有法度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既是同罪，则军前勋略亦应同功。前有八郎君未有尺寸之功而领东府安抚使，而今九郎君之功远在八郎君之上，既不领郡，亦无封赏。同宗兄弟，似不该厚此薄彼。小家伙什么意思？这是要过河拆桥了？阿娘再耐心等等吧。啊，六郎那边未必能拖到过年了。你倒是会胳膊肘往外拐，你别净想着那边是你的亲兄弟，那真娘也还是你的亲妹子呢。儿子这个月内跑了2遭琉球，1遭三伏期，还不是为了给真娘置办庄帘？还说不往外拐，净想着往外给钱了。那边的聘礼呢？你们这些小辈啊，心里边没个成算，日子依着你们过，非过得精穷不可。不用。几个月不回来也就罢了，我也是能理解。回来了也不搭理我，那还回来做甚？你别闹，我何时与你闹过？算正事儿。行，偏偏你的事儿都是正经事儿，我的事儿都不是正经事儿。我算的便是你的事儿啊。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算的是要管你娘要多少嫁妆。九郎的事却不宜久拖。吴相公倒是好敷衍，黄龙岛的娘家人却不是什么好脾气的。台州的事，九郎立了大功。不要说一人10人刺史，就是赏赐的再厚些，毕竟是姑的亲弟弟，外人也说不出什么来。姑想再等等，还是想等程昭岳把那50万户粮食凑齐，让九郎上任，不至于为那烂摊子为难。说来也是，这程昭岳如此下血本，也不就是想外放一任10人知州，其实也不算什么过分的。官爵乃国家公器，哪里是可以买卖的？一个空头的内都监使也还罢了，亲民官、领土治民，那是朝廷的脸面，断不容他这等商贾人士。
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只是怕他警觉，何承勋那边先没有动。我要打草惊蛇，待他办完这桩差事，与何承勋一并拿下。哎呀，走开！下去，全都下去！我都不急，你却急个什么？这一阵子，眼皮一直突的跳，一闭眼，全是黛玉那张血肉模糊的脸。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若实在不安心，程某倒有一计，可解都将之忧虑。福儿过来。出手了我，换个下半辈子的富贵。说什么呢你？做这许多事，我还跑得掉吗？真当姓钱的是菩萨转世，那是吃人的海龙啊！你到底是个什么主张？仔细说与我听，我也好知晓哪些事当做，哪些事不当做。时机未到，时机到了，自然会让你知道。衡阳宰牛，且为乐，会须饮300杯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今何在？这小子起了疑心了。有他不多，没他不少。你如此谋划，是要谋权，还是图财？都不是。不甘心罢了。换作是你，他们兄弟几个把你当猪一样养着，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不拼个鱼死网破，还要待宰不成？你玩的太大了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呀！这吴越钱家，没有一个是傻子。便说是那个小九郎，在汴梁之时，也是头角峥嵘的，不是个好相与。他们自以为聪明，拿官爵吊着我，而我是个生意人，自然拿钱帛吊着他们。
50万户粮食拿不到手，他们不敢动我。所以现在，什么时候动手，我说了算。你这又是在作什么妖啊？大半夜不睡觉的，跑我这儿做什么？七哥，你和六哥是想着要对付程昭月吧？你胡说什么？六哥应该是盘算着等他凑齐了那50万户粮食再对付他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哎呀，我这次来呢，是想请七哥向六哥带兵。若真是为了此事，大可不必再等。那山岳社是买卖家，既不屯田，也不种地，那50万户粮食，朱宗还是要出在朱身上。弟弟有个更好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你们果然是要对付他。主郎，你郎君，亲卫第一都指挥使何承训求见。七郎君，九郎君，小人有绝大机密事要出手。小人要出手内都监使程昭月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个小小的都头，构陷国家大臣，你不要命了？小人万死不足惜，指望两位郎君听完小人的话。既如此，你便说说，你出手成都监使，因何罪名啊？小人出手程昭月，火焚内库，谋害先王，戕害宗亲，3项大罪。何承训固然是个小人，可他手上好歹有个亲卫都，戍守皇城，职分紧要，又身晓诸多密事，你何苦逼反了他呢？即使小人迟早会反，何必在意？话虽如此，若不是你之前千言有以，坐实良机，他又如何能生出反叛之心？2个月前，福州战事正狠，连日大雨，道路毁弃，王城空虚。若彼时当机立断，如今大事已成，何某又何至于叛逆而去啊？是啊，若彼时当机立断，依云卿兄如今已在杭州建节开府，
又何至于如今坐在此处，与我这个浑身沾满铜锈气的商贾喝闷酒啊？前言犹疑的不是程某，是坐在金陵城里的那位唐天子。勾结南唐，意图造反。何某是如此说的。此事说不通啊！勾连公卿七列，贿赂公行，为了掩盖行迹，竟然连夜火焚内库，致使先王薨逝。此等大罪一旦揭开来，莫说他没有根基的一代商贾，便是国中根基深重的公卿士族，也难逃族诛。正是因为他是一介商贾，不是什么公卿士族，此事才说不通。数月之前，台州案发，孤当时便许了他浙东营田大使的差遣，其权势威服可比肩载之，经济之力更是不可胜数。在商人的心里，钱比命要紧。这金陵到底许了他什么呀？程兄，你我不过是一介商贾，商贾为何为四民之末？程兄，前王再器重你，也不过是给了你一个内都监使的虚职，既不让你带兵，也不给你钱粮，被人家当猪养着呢。陛下气量宏远，许你时任防御使，出镇润州，那是我朝如今燕王殿下元帅驻节之地，城池高固，人义广盛，如此宏恩，已经犹嫌不足，张口便要个什么镇东军节度使。金陵朝堂之上，多少勋臣众将，追随两代天子几十年，迄今尚未终结。你要陛下如何允你啊？镇东军节度使，镇东军节度使，啊，记起来了，镇东军节度使，那已经是2个月前的价目了。云清兄，这是官仆，是要押输赢的。福州之战，唐军胜了，吴越国中人心崩坏。到那时，莫要说一个润州防御使，便是再低一等的团练使，程某也要感激涕零，叩谢天。可惜呀，你们不争气，福州城下一场大败，金陵天子声望有损，吴越国中局势稳固，前世兄弟声威正盛，让程某于此时逆势而行，区区一个镇东军节度使，自然远远不够。那你要什么？不多，镇海、镇东2镇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镇杭州，封吴。一舞剑气动四方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云清兄，如何？国中的形势，七郎是知道的。几个月的战事下来，府库几乎为之一空。大战得胜固然是幸事，可是犒赏三军，却又是一笔大花费，钱粮从何处来啊？这几日，几位相公大餐，头发都白了一半。九郎揭开了台州的案子，固然是一时痛快了，
可想填上这个窟窿，50万户的粮米是免不了的。代运的案子，内库失火的清流，这么多年来，早已查得七七八八了。可姑却一直忍了。午夜梦回，多少次姑梦见父王，父王质问姑。孝悌何在？为人子者，不能报父母之仇，那还算是人吗？大姑还是忍了。山岳社每岁为朝廷库藏捐输粮米25万户，银10万，绢10万。善财难舍呀！姑这个吴越的大王，舍不得这笔钱。姑已有决策，程昭岳这贼子，若是能拿出50万户粮米为姑填上台州这个窟窿，这杀父之仇，此生此世，姑不再与他计较。不孝的是姑，与你等无干。王兄，何至于此？可如今却是不成了。杀父之仇，姑能忍；叛国之罪，姑却不能姑息。臣弟谨遂，觐见陛下。弘济自润州的急报回来了，南边的事情这2日便有眉目了。陛下，程昭岳不过是一介商贾。其言不可听，其人不可信呐。黄考当年不过亳州开元寺的一仆役，太后亦不过是内眷一婢女，咱们家当年还不如一个商贾。臣失言。皇兄，福州战事已终，前世已无外患之虞。这陈昭岳在杭州无权无兵，纵然有心，怕是终究难成大业。若只是一个程昭岳，朕原本也不抱什么希望。谁叫他钱家出了一个不安生的余障子，便斥县令，凌破士绅。东南诸州现在是怨声载道，朝中重臣大将人心浮动。程昭岳此时居中联络，或以会行，或以恩师。杭州城内现在是钱流激荡，大乱在即。弘济已在润州提调3军，只等大乱一起，立刻剑指钱塘。是时候跟吴越这个老冤家算算明账了。却不知这程昭岳说反了哪一位？旁人倒也罢了。上统军使胡进思是3朝元老，亲信部将遍布吴越军中，有他的元首，弘济和程昭岳的这桩买卖，时分倒有8、9分能成事。若真天遂了人愿，这个节度使，朕给他程昭岳又有何妨？胡进思，
父亲，父亲，七郎军和九郎军半个时辰之前叫开了通院门，联袂入宫。你做工部尚书多久了？啊，哦，5年零3个月。与你的才具，想做宰相，确实勉强了些。儿子本也没指望，父亲在，大王也不可能让儿子进相府。一部尚书5年多，儿子知足。你倒是知足了。你那些弟弟们呢？你的儿子们呢？我就是了。你弟弟才14，他的富贵，你当兄长的不操心，我这当爹的还能不操心？乱世偏安，贫贱未必是祸，富贵也未必是福。父亲。不要学那些文算错大，看见把刀就要念阿弥陀佛。60多年前在萧山。你老子从山脚一路砍到山顶，砍坏了7、8刀，浑身上下都是别人的血。富贵贫贱，都是这把刀。这把刀在自家手里便是福，在人家手里便是祸。胡金丝，王兄，程昭月一介商贾不可略。然则胡金丝乃是跟着阿翁一起征战天下的老臣，久在军中，威望卓著。虽说这些年来不曾出点外军，然则军中众将皆曾为其部署，还兼着内衙军的正统军事。此老若是与程昭月互为表里，联手作乱，王都之内历史便要掀起塌田大乱。可臣弟怎么都想不通啊！胡俊思，军中元荣，3朝元老，与程昭月暗中勾连，图谋逆反，这总得有个缘由吧？胡俊思一把年纪了，与吴越前王家3辈子的交情，竟答应你去趟这趟浑水，为了一个史相的虚名。中原换了10几个天子，在程某看来，天下之事皆是买卖，有买就有卖。为了富贵权势，子弑父，弟杀兄。石敬瑭更是连燕云16州都卖与了契丹人，3辈子的交情。3辈子的交情，3辈子的交情又能如何？眼看着这群酒当饭的，只一兴起，便都一个个的分了节度使。眼看着一干毛头小子，只因外戚姻亲，便都一个个的登阁拜相，换作是你，能忍否？